很多人来大乐是为了找寻法式的优雅浪漫，但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看的是大乐最疯狂的一面。这里有被形容为泼了硫酸的高迪建筑，有用了上万个玻璃瓶堆出来的寺庙，还有治愈全亚洲少女心的粉红修道院。别再只会去咖啡厅打卡了。越南大乐的最后一集，我要带您钻进这座高原小城的灵魂深处，看看这三座完全不讲道理却又美得无可救药的建筑奇迹，看看这些地方到底有多疯狂，多梦幻，多好拍。疯狂屋的正式名称叫恒鹅别墅，是一间结合旅馆跟景点的超奇幻建筑，被誉为世界上最神奇的建筑之一。疯狂屋的门票是8万一张。它的设计者是越南前国家主席长征的女儿邓月娥。她在莫斯科念完建筑博士之后，被大乐所吸引。1990年开始盖这栋疯狂屋，因为设计太天马行空，被建筑工会跟政府打回了7次，才终于通过。这里最出名的是空中栈道，这些窄天桥蜿蜒在树干之间，有些地方陡到只能1人通过，而且还没有扶手，位高的朋友可能得扶墙走。但从上面俯瞰大乐，视野真的无敌。像是进入了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世界。设计师脑洞确实有点大，没有章法，没有规则，感觉随意的画了一幅油画，然后呢，就把这幅抽象的油画做成了一个真实的世界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觉得不光是儿童，就算是大人来这里，也能找回童真的乐趣，那种探索啊、爬山、捉迷藏的感觉。屋顶上这座桥应该就是疯狂屋最大的挑战。走在上面，下面悬空，大概5、6层楼的高度，对于人心理上是一个压迫感。到了高处，这些扶手还是比较矮的，所以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安全。这里是一个树种的世界，各种藤蔓环绕着。整栋建筑主体看起来就像一棵被掏空枯萎的巨树，几乎找不到任何直线或是直角，风格深受高迪影响，甚至有人说是被泼了硫酸的高迪作品。来到这个疯狂屋的最高点，可以俯瞰大乐城的市景。
这个是酒店的房间，现在是因为没有人住，所以门开着可以让大家看。疯狂屋里面有大概10间主题客房，每个房间都以动物或昆虫命名，像是老虎房、袋鼠房、老鹰房、蚂蚁房。邓月娥希望通过这座建筑，呼吁大家回归自然，保护环境，所以她设计的灵感都来自于树木、动物、洞穴、蜘蛛网。像不像霍比特人住的房子？疯狂屋到现在都还在不断扩建，就像一个会生长的建筑。参观时建议穿防滑好走的鞋子，因为通道很窄，而且有高空路段，会爬高的朋友要自己斟酌一下。如果想避开人潮，最好是一大早或者傍晚去。如果想住进去，虽然可以独享整座城堡的夜景，但白天的时候，游客会在窗外探头探脑，隐私会比较差。房间也可能比较潮湿，甚至有虫子，适合喜欢猎奇体验但不追求舒适的朋友。这里是酒店的前台区域，感觉都没有人，看来大家都只是来旅游的。离开疯狂屋，我们要到大乐郊区，看看另一个奇特的建筑——灵福寺。从大乐市区的大乐火车站到灵福寺，可以乘坐这种观光火车。观光火车一天运行可能最多只有5班，有时候还会临时取消。观光列车单程大约30分钟，到站会停留大约半小时，让大家下车逛逛，然后再原路返回。从车站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灵福寺。灵福寺真的超级特别，整座寺庙从山门、龙柱到墙壁，全是用几百万片的彩色陶瓷、玻璃，甚至啤酒瓶碎片拼贴而成。当地人叫做碎瓷马赛克。因为寺里有一条用12000个绿色玻璃瓶做成的巨龙，所以又被称为瓶子寺。是这个寺庙呢，以马赛克瓷片镶嵌在建筑表面，这一点有点像之前去过的天津的瓷房子。这是灵福寺最大的特点。寺内有个36米高的钟塔，是整个大乐市区最高的钟塔。钟塔下面还有《西游记》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的雕像。钟楼这里会提供纸张和笔，可以把愿望写在纸上，然后呢贴在那边的钟上面，最后再去敲钟许愿。
寺内最著名的是这座由65万朵永生花雕塑的观世音像。雕像高17米，重3吨，已经列入了世界纪录认证。这里地下是风水和木质博物馆，地下2层是一个18层地狱体验馆。其实这个木质和玉质的博物馆也是一个纪念品销售店。这个18层地狱馆门口是牛头和马面在把守。有一种小时候去西游记宫的感觉。刚从18层地狱体验馆出来，其实体验馆里就是用声光特效来模拟18层地狱的场景，但是呢，因为雕塑和设计的这些相对看起来会没有那么形象和精致，所以倒也并没有那么恐怖。建议带小孩还是不要过来了。在大雄宝殿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像。因为很多地面和楼梯都是瓷砖镶的，坡度比较大，所以要当心滑倒。这里还有一座48米长的巨龙雕像，在门口是龙头和一部分龙身，另外的身体一直蜿蜒到庭院里面。中午吃一个越南特色的碎米饭。一般都是烤一个猪大排，再加上鸡蛋、一些腌菜。碎米饭的米粒比普通的米粒感觉要小一些，不知道是品种就是这样，还是说把大米粒塞出去以后留下了小米粒。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里面解答一下。排骨煎得很厚，烤的也很香，再搭配上这些香葱，味道确实很不错。最后我们要前往的是玛利亚修道院。这座修道院静静地立在山丘上，以粉红色的外观闻名，非常治愈。它建于1930年到1943年间，最早是法国人在大勒避暑时的疗养度假场所。1975年之后，修道院开始收留战争难民，
现在则是由越南修女照顾孤儿、残障跟贫困儿童。修道院最吸引人的是其粉红色外墙，这种色彩让它成为游客和网红的拍照圣地。墙体由粉色和红色的石灰石建成，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柔和浪漫。屋顶灵感来自越南中部高地少数民族的工房，呈现宽阔的三角形，而且它没有传统的钟楼，非常特别。因为坐落在大乐市区的一座山顶上，所以整体景观非常好，相比较也很幽静。修道院里可以参观，但是呢，要保持安静。另外呢，在唱诗的时候是不能拍照的。因为建筑非常漂亮，所以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这里打卡拍照。往教堂后边走，穿过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，就来到了秘密花园。花园在教堂的正后方，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。后面是一个植物园，地势较高，可以俯瞰大乐城市的美景。修道院免费参观，中午的时候有午休，要记得避开。花园的后面是一尊圣母像，这尊圣母像在大乐的很多介绍中出现过。早上10点钟左右过来，没有几个人。参观完11点钟，出去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学生，还有旅行团带过来。如果现在再来，估计参观体验不会是很好。疯狂屋、复古火车、碎瓷寺庙、粉红修道院，每一个都很有自己的个性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有点奇幻、有点怀旧的旅游风格，大乐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下部影片，我们将离开大乐，去往越南的海边度假胜地芽庄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
我是 Rain，我们下次见。